大家好，我现在来到了贵州的都匀市。这2年我走了全国很多地方，也看到了很多陵墓。那保存比较完整的就是明清的帝王陵，特别是北京的13陵啊，基本是没有被盗的。那个是明朝的帝王。一般大家说到明朝的帝王，就是大明16帝，13个陵墓在北京，一个在南京，还有一个是在北京。朱允炆的呢，就下落不明，所以我们说到明朝帝王陵就是13陵。那同时呢，在安徽朱元璋老家有一个陵墓，那是朱元璋给他父亲的；还有湖北钟祥有一个嘉靖皇帝给他父亲弄的。那么今天我们来到贵州的大山里面，这里呢也有一座所谓的明朝的帝王陵。为什么会加所谓2个字呢？这呢就跟明末的故事有关，因为它跟真正的明朝那些北京的也好，还是说南京朱元璋的陵墓也好，是不一样的。不管是从规模，还是形制，还是说法，都是有很大的区别。今天就来探索一下贵州大山里面永历皇帝的陵墓。这个陵墓也是在大山里面，相对来讲的话，得爬山上去。在贵州这里下了30天雨，今天终于稍微有一点点太阳了。这个墓主人就是南明永历皇帝。南明还有这个永历皇帝，可能很多人不熟悉，因为大家都知道明清。那在这个中间呢，还是有一个南明的存在的。当时在明朝末年朱由检的时候，就崇祯皇帝有一个很大的农民起义，叫做李自成率领的。当时还建立了大宋政权。李自成攻进北京之后，朱由检崇祯皇帝呢就在北京的眉山自杀身亡。当时他的儿子就全部消失不见了。尽管说朱由检自杀了之后，但是呢，淮河以南当时还是属于明朝管辖的范围内，还是属于他们控制。众所周知，明朝朱元璋当皇帝之后，把儿子呢分封到全国各地，所以在当时的到处都有明朝的藩王。那么南方的这些人，特别是南京有一套朝廷班子啊，因为朱元璋建立了明朝之后定都南京，后面朱棣呢就把都城迁移到北京，但是南京的那套朝廷的班子还保留着，因为朱棣这样讲，我就不违规主治嘛。所以呢，南京呢跟北京是一样的，只不过南京的那些6部尚书啊，那些官员呢，相当于是养老的，或是在北京不得用的，就发派到南京。那当时朱由检去世之后，又没有太子，那故而呢，南京的那些官员宗室呢，就推举一个跟朱由检同辈的人，叫朱永枢，称帝，改元弘光。那么那个时候，李自成也要去山海关攻打清朝嘛，但是没想到吴三桂投降，引清军入关，结果呢，大宋政权就李自成失败了，短短的1年时间就没掉了。那之后，多尔衮率人进入到北京之后，他也想统一全国嘛，所以呢，他就迅速派军南下围攻扬州。扬州守不住之后，南京也陷落，弘光皇帝呢就被俘，那肯定是被清朝杀掉了。在1645年，当时的一个藩王朱由检，在郑芝龙等人的拥立下，又在福州称帝，改元洪武。当时呢，还短暂的发动了北伐，就跟清军打。但是南明这些政权有一个非常不好的，就是他们喜欢内讧，就是之前的弘光还有现在的隆武啊，都是一样的。那些太监那个大钱争权夺利，根本就没有一心去抵挡清军。那结果呢，他们也失败了，被清朝抓获了。最后呢，他绝食而死。那么在1646年，朱由榔在肇庆称帝，改元永历，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永历皇帝。他在局势危机的情况下，以大西军余部联合起来，并且呢，郑成功在东南沿海也乘势崛起，东西两面打击清军。当时呢，还出现了一个短暂的高潮，但是随着也是一样的内讧，永历皇帝呢这边呢也节节败退，并且当时
清军呢把吴三桂封为平西王嘛，就总管云贵这边。那吴三桂这也是一名猛将啊，打仗也比较厉害。那他呢就对永历皇帝呢穷追猛打。当时永历皇帝呢没办法，那只能退守缅甸，相当于逃到缅甸。那结果吴三桂跟缅甸的首领就说啊，你必须把他交出来，你如果不交出来，我就要踏平你的缅甸。那缅甸的当时国王啊也害怕呀，他的力量也很弱小啊，那没办法怎么样呢？就把永历皇帝抓起来，送到了吴三桂手里。那吴三桂他作为一个降将，他肯定也是说为了向清朝表忠心，他呢就私自把永历皇帝杀掉了，在昆明杀掉了。那永历皇帝呢这一生就是这么结束了。尽管说在一些资料记载，永历皇帝有一些作为，有一些能力，但是我们说的整体的形势不容乐观。永历皇帝被杀之后，他正常是在昆明，怎么会安葬在贵州这边，就前面这个山上面呢？是因为他当时手下有一个将领叫福冈啊，他当时也跟随着永历皇帝南征北战，后面呢又回到了贵州的老家。他听说当时永历皇帝在昆明被杀之后，他就偷偷派人去昆明，把永历皇帝的那个遗骸呀运送到贵州，然后就在这个山上面安葬。当然安葬之后呢，他是跟外人说这个是广西王，没有说是永乐皇帝，因为清朝那个时候是不允许，吴三桂也不允许嘛，只是告诫他的子孙后代传承下来。现在走上去看看，这里呢感觉就像是一个野墓，没有被开发的，其实也算是吧。明永历皇帝陵，他的墓就在上面。他南明那个时候跟历史上哪个地方很相像呢？就跟南宋啊，只不过呢他最后没有存在下来，被清军统一了。当时北宋灭亡也是一样的，那些朝中的大臣拥立了赵构当皇帝，只不过赵构呢还有点能力，那么南明当时那些人呢没有能力啊。为什么？他是这样的，当时明朝的藩王自从朱棣掌权之后，后面的藩王呢就基本上完全没有能力领军或者弄政治啊，基本上是混吃等死。那自然而然，他那些藩王没有经过培养，他突然当上皇帝，那基本上只顾享受，又不会用人，所以手下才我们说的争斗。那自然而然不能够对外嘛，你内部都乱得很，何况呢对外呢？自古以来都说，你内部强大了，内部一致对外的，你才可能赢。要不然就是我们说的散兵一样的。走完台阶就能看到墓冢了，明永历皇帝陵，它这里有3个墓冢啊，另外2个相当于就是当时跟他一起在云南被杀的，就是他2个比较忠心的手下一起呢逃到缅甸，后面呢又被缅甸的国王抓了，送到云南这边来了。永历皇帝一生一开始是非常幸运的，因为他出生呢锦衣玉食，不愁吃穿呢，并且可能还能够继承藩王，能够当一个王爷。但是时势命也，命运的改变使他成为南明皇帝，相当于就是说半壁江山的皇帝啊。但是最终由于时代的发展，时代的局限性，他没有能力去改变什么，反而丢下了自己的性命。因为可以这样说，一个王朝开国，那么之前王朝的那些后代呢，基本上很难逃过被杀的命运。那么很多人，包括网上有一些资料会说，他这可能是衣冠冢，不是他真正的陵墓。我在网上看资料，上个世纪有一个专家呢，他打开了这个皇帝陵的地宫啊，去里面看，结果呢是发现
有一些我们说的尸骸在里面，当然不是完整的，也就是相当于就是说，当时福冈从云南运回来的遗骸只有一部分不是完整的，因为毕竟在昆明被杀，然后有一段时间嘛，从贵州过去也比较远的。在大山里面的永历黄帝陵基本就是这样的，一生非常幸运，同时也是非常悲惨的一个人。